大家好，宠粉的一太又来了。娱乐圈从来都不缺少绯闻，而绯闻的产生大多和某些已婚明星们没有分寸感有关。远的不说，吴奇隆和刘诗诗离婚的绯闻，就是因为吴奇隆和女经纪人任月穿同款服饰、用同款鞋包等没有分寸感的行为引发的。然而，这样的明星还不在少数，很多明星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还不懂得避嫌，经常跟异性做一些亲密的举动，尺度之大，令人啧舌。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没有分寸感的已婚人士做了哪些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吧。美婚变前的黄晓明夫妇绝对算是一对恩爱夫妻。出席节目出双入对，黄晓明绅士帮老婆整理裙摆，杨颖眼里也是满满的爱。一起上综艺时更是见面就甜蜜拥抱，只是随着互动越来越少，婚变传闻就总在江湖，彼此之间似乎也越来越不在意和异性友人相处时的分寸感。还没官宣离婚的时候，杨颖在自己电视剧的宣传活动上直接让杜淳在背后搭肩环抱，两人距离很近，显得很亲密。当时杜淳手的位置还放得有点尴尬，所以整个画面被众网友调侃太油腻。杨颖的好闺蜜杨幂是圈内公认的撩汉高手。2018年和华晨宇参加《明日之子》的录制时，就公开展示了撩汉秘籍。节目中，杨幂一见到华晨宇就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欣赏。OK。其实喜欢一个歌手无可厚非，但是作为已婚少女的杨幂却时不时撩拨华晨宇。在录节目的过程中，杨幂突然玩起华晨宇的衣带，华晨宇发现后第一时间制止了他，没想到不一会儿杨幂就玩起了另一根，还发出甜蜜少女的微笑，各种对着华晨宇放电。当时杨幂和刘恺威还没离婚，因此那期节目播出后，杨幂和华晨宇的绯闻就不胫而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其实圈内不少男星都被杨幂撩过，拍摄《亲爱的翻译官》时，片场和黄轩勾肩搭背，把手伸进黄轩的羽绒服兜里，甚至还摸过大腿。拍摄《何以笙箫默》时，黄教主也未能幸免于难。两人合体宣传的时候，杨幂曾一把揭开黄晓明的衣领，黄教主的表情都快绷不住了。和杨幂合作过《古剑奇谭》的乔振宇就曾在采访里说过，杨幂喜欢逗年轻的男演员，像李易峰、马天宇之类的。阮经天更是直言比不过杨幂。他还蛮会撩的，其实这些男星跟杨幂的关系都比较好，所以才能这样放得开。只不过杨幂的某些行为确实忽略了男女有别这个概念，这也让不少网友吐槽她没有分寸感。同样被吐槽的还有陈意涵，她凭借甜美的容貌圈粉无数，演技也算是可圈可点，唯独在行事风格上饱受争议。自出道以来，陈意涵就绯闻不断，出道15年，一共有过47任绯闻男友，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傲视娱乐圈了。她曾在节目里自曝会邀请前男友们一起旅行，更是放下豪言，希望男友组成足球队。我常组前男友团一起出国啊。纵观和其他男星的合照，也多是很熟络大胆的。陈意涵不光跟圈内的男星搞暧昧，就连自己闺蜜的老公都不放过。众所周知，陈意涵跟贾静雯的关系非常好，不是姐妹胜似姐妹。陈意涵经常到贾静雯家里做客，自然跟她的丈夫修杰楷关系也不错。然而时间一长，网友们却发现了一个问题，两人的关系有点好得过分了。2018年的某一天，陈意涵去贾静雯家里做客，还跟修杰楷拍了一张合照。照片中，陈意涵搂着修杰楷的脖子，两人中间夹着修杰楷和贾静雯的女儿，看起来非常甜蜜。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而修杰楷的行为也很奇怪，他曾在社交平台公然发文，把陈意涵称为亲爱的女儿。两人的这种言行不出意外的被网友喷惨了。如今的他早已结婚，夫妻俩相处也十分有爱，连娃都有2个了，想必经此一遭，他也更有分寸感了。如果说陈意涵当年是年轻气盛，那章子怡多少有点耐人寻味了。她常常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生活照，一家人很是幸福美满。但是要说起她对谁青年有加，那必定绕不过一个人的名字，周一围。从第一次在综艺上合作，章子怡就毫不掩饰自己对周一围的欣赏，非常非常喜欢你，我觉得周一围身上有很大的磁场。如果只是单纯的欣赏还说得过去，问题就出在章子怡的太过热情上，简直去哪儿都带着周一围。节目中拉票时，希望大家多多为周一围投票。再有就是演员桑里周一围来探班章子怡，章子怡向陈凯歌推荐周一围，只要有机会，章子怡就要宣传一番周一围。得益于此，周一围的存在感蹭蹭蹭的往上涨。
不仅在节目里，可以说一遇到周一围，章子怡就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夸神功。在两人合作的《上阳赋》里 ，CP 感十足；戏外各种采访里，章子怡更是不遗余力的捧周一围。同剧组的其他演员都成了隐形人，连网友都被他们之间的小互动给戳中了，甚至组了两人的 CP 超话。章子怡还在《上阳赋》里为他和周一围安排了各种辣眼睛吻戏，最出名的就是喂药吻了。俩中年人演小情侣之间的情绪简直是不忍直视。不过他俩高兴了，吃瓜群众高兴了，朱丹和汪峰的位置可就尴尬了。这不，在两人的《上阳赋》里，章子怡的老公汪峰就带着娃踏班宣示主权，和章子怡之间的小暧昧就已经让周一围的老婆朱丹处境尴尬了。更没想到有一天，实力派演员周一围又因为没有分寸感上了热搜。热搜词条：周一围与女助理共用一根吸管。可以和女助理共用吸管，到了自己老婆朱丹这里就变成了毫不留情的批评，比如拒绝和周丹合作呀，觉得她不会表演啊。但朱丹呢，总想向世人证明老公很疼爱自己。现在是要眼睁睁把我的幸福打碎吗？对两人奇怪的相处模式，吃瓜群众也由最初的心疼变成了见怪不怪。除了章子怡和周一围，佟丽娅和雷佳音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两人的绯闻也一直没有断过。事实上，早在2013年两人合作断奶的时候就传出了绯闻，当时外界都以为两人因戏生情，但他们却果断否认。后来两人又合作了《超时空同居》《刺杀小说家》等作品，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是有目共睹。2019年还被爆出两人在剧组特意瓶饮料，雷佳音还贴心的给佟丽娅披外套。除此之外，两人在公众面前也经常同框，甚至一起拍情侣杂志。如果不是知道两人都已经成家了，还真把他们当成一对儿了。两人如此亲密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外界的各种猜疑。眼看舆论越来越凶，最后还是雷佳音的妻子出面辟谣，才算是安抚了网友们的情绪。如今佟丽娅跟陈思诚离婚，雷佳音更应该注重两人之间的界限，不要再做那些引起争议的事情了。这不仅是高情商的体现，也是对自己家庭的负责。李小璐和贾乃亮的婚姻，早在众所周知的做头发事件曝光之前，就暴露出不少问题。两人的关系并不平等，贾乃亮爱得太卑微，而从小活在聚光灯下的小公主李小璐，并不是很喜欢略带土气的贾乃亮。两人的结合更多的是感动，而不是爱。贾乃亮追得那么辛苦，虽然最终抱得美人归，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骑士和公主也没有永远的幸福下去。在拍剧期间，李小璐就和薛之谦传出了绯闻，甚至还有加吻戏的传闻。两人在片场也是打打闹闹什么的，看起来比较熟稔。参加何炅主持的综艺时，薛之谦对李小璐的口味习惯偏好的脱口而出，不由得引人猜测。在一方为已婚状态的情况，感觉两人的关系有点超出了正常朋友的界限，着实有些不妥。后面更是被薛之谦的前女友李雨桐爆料二人有暧昧关系，不过并没有实锤，这件事情到底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古装男神陈浩民也因为没有分寸感败光了路人缘。早年的他出演过不少经典角色，《天龙八部》里翩翩家公子段誉，《西游记2》敢爱敢恨的孙悟空，《封神榜》里不断成长的哪吒。不过很快童年滤镜就被他作没了，不爱惜羽毛，为捞钱出演各种无营养烂片。40岁跑去整容，整得像马里奥，把妻子当作生育工具，5年生4个，还全是剖腹产等等，各种负面新闻败光了路人缘。最致命的还是2011年的狼吻门，狠狠地将陈浩民钉在了耻辱柱上，不得翻身。当时陈浩民一行4人一同去吃宵夜，醉酒后3个男人对着唯一的妹纸陈嘉环又亲又抱，强吻非礼十足的色狼模样。这件事一经爆出，便引发轩然大波，网友们对陈浩民等人的行为也非常愤怒，尤其是当时陈浩民已有家室，还在外如此嚣张。事情越闹越大，陈浩民只好携着已经怀孕的妻子，哭着向大众道歉。经历了这些事情后的陈浩民明显收敛了不少，如今的他还在一些网剧里勤勤恳恳地为几个孩子赚奶粉钱，偶尔晒晒家庭照，但还是让人忍不住感慨万千，没分寸感真是害人不浅啊。提起娱乐圈最没有分寸感的明星，没有吴宗宪就不完整，他堪称是娱乐圈的揩油大王，如果要上他的节目，一定要有心理准备。曾经就有女星上我猜节目推新书，和吴宗宪上演韩式接吻，不仅对女嘉宾，对他自己的女儿吴珊如更是没有分寸感，像是给穿抹胸礼服的女儿整理胸口啦，强吻女儿脸颊啦，无视女儿的抗拒与黑脸，惹得吴珊如大喊我是你女儿哎！这越矩的行为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没有分寸感确实让人讨厌，尤其是结了婚还不知道避嫌的明星，更让人感到不适。
无论什么时候，界限感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一段感情中，只有把握好交往的距离，才能够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这里啦。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点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